这小子怎么也厚着脸皮来凑热闹？满身反鬼浊气，一看就是个没灵根的废柴。凡人就该老老实实下地干活去。真以为逆天宗是收破烂的吗？凡人怎么了？凡人只要找对违规则，也能掀翻你们的桌子。穿越3年，终于把凡间刀术练满级了。系统把凡间刀术点数全部洗掉，将所有点数全部注入残缺炼气诀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护体罡风？他身上怎么会有灵力变动了？这绝对不可能！现在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排队吗？前辈您请上座。晚辈宁日前来参加入宗测验，区炼气3品，气息倒挺霸道。把手贴上测验石碑，切记不许用灵力抵抗测验。晚辈明白规矩。奇怪，怎么迟迟没出评级结果？难道我强行洗点作弊被看穿了？我去，这测验石碑怎么会灵气失控？什么鬼东西？这石碑竟然成精了！你才成精！你们全家都成精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胎啊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怪胎？就是你！你明明就是个灵根残缺的废物！灵根残缺？那他这一身炼气修为怎么来的？何止是残缺，简直是修仙界的灾难！你这小子浑身的穴窍全被堵得死死的，里面装的全是硬邦邦的结石。你这破体质，差点把老子装备的道心给搞崩了！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！穴窍满是结石，这绝无可能！放手！你想干什么？说，你这身伪装的修为到底是从哪儿偷来的？你敢跑来我们逆天宗招摇撞骗，你是找死！好胆，经脉闭塞，穴窍满是结石，这等必死的废身体质，绝不可能炼气。说，你究竟用了什么魔道邪术窃取修为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偶然捡到一本残缺功法，一觉醒来就突破了。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就去死吧！周常长老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小子有古怪，我都听到了。穴窍结石还能炼气，太有意思了。又来一个！今天这经脉算是被看光了，简直是妙不可言。妙，他这体质明明是死缓，哪里妙了？你不懂，他虽然灵根残缺，漏气严重。哎呦，长老，疼！但他满身的结石，刚好把漏掉的灵气全堵死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完美锁死灵气。这是万中无一的先天修炼圣体呀！周长老，你莫不是疯了？这叫圣体？这明明就是重度肾结石加胆结石。我说是就是，这小子非常符合我宗逆天理念。别人修仙靠灵根，他修仙靠结石，这就是打破常规。小子，我看看你，跟我走。多谢周长老赏识，晚辈必定不负所望。周长老既然要保他，那出了事你自行负责。周常长老，卑师兄这是在做什么？他修的是奇物逆天道，正装石碑感悟天意呢。先别管他，宁日。你想入宗，还得过我这一关，请周长老明示。这西灵术乃是我结合诸多古法独创的秘术，我要测试你的学习能力，证明你配得上圣体之名。晚辈明白，这就开始参悟。这功法有点意思，竟是靠给穴窍加压来强行吸纳灵气。这什么坑爹玩意儿，竟然还要付费解锁？周长老，这后面的内容我看不见啊。废话，功法阁的规矩就是花钱看书，不过第一层的内容是免费的，足够你用了。行吧。免费的我也能练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半个时辰内你若连这第一层都练不成，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什么先天圣体，而是潜入我宗的魔道奸细。到时候我会亲手将你格杀。半个时辰足够了，基础点数太少，不够保险。既然免费的能练，那就全薅走。这本不错，收了。这本也是，免费的都给我拿来。白嫖才是人类之光，全部转化为自由点数。全部砸进西灵术，竟然触发了魔道变异，这运行路线简直是强盗逻辑。不过正合我意。半个时辰已到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。请周长老指见。开！怎么可能瞬间贯通七窍？这等恐怖的吸力，果然是圣体。见鬼！你
这小子在干什么？你连老夫的灵力都敢吸！给我停下！长老，这功法有点上头啊，我也不知为何会变成这样。你这根本不是我教的吸灵术。好小子，你竟然优化了老夫的功法！这种连活人都能榨干的暴力逻辑，太妙了！你简直就是为我逆天宗而生的天才！这是正式试炼的令牌，哈哈哈哈！老夫破格准许你参加。多谢周厂长成全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小子。接下来的正式试炼名为问心，主持试炼的是那个性格最古怪的寻藏。他的试炼死亡率可是10不存1，好自为之吧。故弄玄虚的偏门试炼，看本皇子如何破局。哎呀，这还能现场让大家看啊？仔细看，这可是收集考题的好机会。梁小友，问心试炼正式开始。老夫问你，陪伴你最久之物是什么？自然是我娘留给我的玉佩，此物我从小佩戴，从未离身。哦，既然相伴如此之久，那若让你选道侣，你可愿娶这玉佩为妻？长老莫不是在消遣我？玉佩乃是死物，怎能结为道侣？简直荒唐之极，不可理喻。连一块死物都不肯接纳，如何接纳天地诡异？说明你这人冷血无情，不懂感恩。我堂堂皇子岂能与死物同流合污？无情无义之辈，试炼失败。一群不可理喻的疯子！这种破宗门，本皇子不稀罕。娶玉佩当老婆，这算什么淘汰理由啊？这考题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吧？俺不怕，俺来试试。高小友，你这般魁梧，修仙所求为何呀？俺要出人头地，然后回去娶俺媳妇儿。哦，你竟然已经有道侣了？是俺爹妈在老家给俺定的娃娃亲。这儿女情长，给我滚下山去！不收俺就不收，打人干嘛呀？哎，这宗门的脑回路全都是反人类的吧？他们根本不讲基础逻辑，全是诡辩。下一个试炼者，宁日。横竖都是一刀，死就死吧！预备弟子宁日，拜见荀长老。明日，你的背景资料老夫都已经看过了。听说你极度理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，是吗？长老过誉了，弟子不过是略懂一些求生之道罢了。好一个略懂求生之道！在这诡异横行的世上，凡人皆苦。你要仔细想好，再回答老夫的问题。你最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老邓在挖坑，绝不能顺着他的诡异逻辑走。回长老，是一只陪伴我多年的小猫木偶。哦，既然相伴多年，感情定然深厚，那你可愿与这小猫木偶结为道侣，共探大道？不愿。木偶乃是死物，谈何大道？那你所求的道侣究竟是何等模样？自然是一位情投意合，能相互扶持的正常女子。好，老夫再问你，若这位与你情投意合的女子突发恶疾，变成了一个男人，你当如何？修仙界奇珍异宝无数，手段通天。若生恶疾，寻医问药，重新治愈，变回女子即可。若这恶疾乃是天道诅咒，根本无药可医呢？既然无法医治，说明自身气运已尽，留下也是累赘。那便趁其虚弱，将其炼化为阵法阵眼，发挥最后价值。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人情味吗？如果这个变成男人的道侣拥有天下无敌的修为呢？他能强行带你成仙，你总该屈服了吧？那我便隐忍蛰伏，疯狂榨取他的修炼资源，待我修为超越他时，再将他一剑斩杀，永绝后患。不受我操控的仙缘便是隐患，理当除之，有何不对？你居然连仙缘都能拿来算计，你这算什么修仙？修仙本就是掠夺资源，
理智才是生存的唯一法则。那如果你的小猫木偶活了过来呢？它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媚、惹人怜人的猫妖。他向你索取爱意，甚至愿意为你去死，你总该动心了吧？木偶成妖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会立刻剥夺他的妖丹，拿去换取极品灵石。你这种人遇事只会权衡利弊，算计得失，你这叫极致的理智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逆天。只要能变强，何必在乎手段是否疯癫？我的逻辑完美无缺。住口！你这天生冷血的怪物，此人无心，根本不配入我逆天宗。给我滚出山门，永远别再踏入半步！情绪失控，毫无逻辑可言。逆天宗的长老不过如此，性取向绝非考核核心，他在掩盖其他规则，试图用诡辩逻辑击溃我。这种心理博弈太低级了，他肯隐瞒了核心指标。修仙界全都是等价交换，没有宗门资源就找散修，高红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去他老家掏出散。少侠救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这拙劣的演技又是局中局，什么都可以给，功法也行吗？行吗？小子，想英雄救美？不，我不想插手，我想跟你一起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实力太弱，把握不住，先让我来，然后你来，这叫阴阳调和，懂不懂？这小子说什么虎狼之词？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破绽出来了，姑娘莫怕，吾乃金色仙宗梁成道。刚才那番粗鄙之语，并非真心，全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少侠真是智勇双全。不过规矩就是规矩，金色门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不能免费救你，否则因果难断。把你的炼气诀借我一关，只要看看功法，看一眼这桩因果便算了解。少侠请看，此乃我的修炼法门。系统启动，残缺功法瞬间补完，终于拿到完整的修行基石了。好一个外冷内弱的好儿郎，为了圆那个不免费的谎，竟被迫假装勒索，只求一关功法。此等逆天之心，绝对是满级。多谢姑娘，报酬我已收到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无耻败类，竟敢冒用我的名号招摇撞骗！今日我必将你碎尸万段！借个马甲而已，何必这么大火气？你们到底谁才是真的少侠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办事得讲逻辑。他刚才对我感激涕零，但我根本不为所动。我自称是金策仙宗梁成道，坚称救人绝对不能免费。我用无懈可击的圆谎逻辑，强行要了他的功法作为因果补偿。这一套完美的利益交换闭环，简直是金策门规的教科书级演绎。你不仅不谢我，还要砍我，这不符合逻辑。无耻狂徒，门口歪理邪说，今日我必斩你这败坏门风的贼子！既然讲道理听不懂，哼，那就只能用降维打击了。把这些没用的杂学点数全部转化为修仙底蕴，给我洗掉残缺，全部加满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打转周天，他没有吞服任何天才地宝，他只是刚才扫了一眼那卷基础功法，他身上的禁锢居然被强行撕裂了。无视天地间诡异的规则，用唯心意志强行重组修为逻辑，满级，绝对是满级的逆天悟性。元气4品、6品、8品，不可能！他的修为怎么还在飙升？顺达巅峰的感觉，真是简单又粗暴。现在你还要不要跟我讨论一下冒名的因果？好小子，白嫖了老夫的功法，还敢在老夫的试炼场里装大爷！天才又怎样？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就不懂尊师重告！给老夫动起来，让他见识一下逆天宗的待客之道！疯了！这是超越试炼强度极限的自爆反击！快跑！这股力量足以把我们撕成碎片。逻辑不通的狂怒毫无意义。这就结束了，一击秒杀。你突然无端自爆，严重浪费了我宝贵的镇压灵力。不仅如此，你刚才狰狞狂暴的模样，对我的幼小心灵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创伤。放屁！
简直是一派胡言的放屁！老夫精心炼制的傀儡被他当脚垫踩，他还敢说自己幼小心灵受伤，竟然还要珍惜术法！老夫今天非得降下天雷劈了这无耻小贼！这出戏老夫看得很是有趣。莫老头，消消气。你若是现在劈了他，这试炼可就成了全宗的笑话了。他公然敲诈勒索试炼目标，这算哪门子的试炼逻辑？他可是打着利益交换的堂皇旗号，逻辑形成完美闭环，根本无懈可击。你若是不给，岂不是当众砸了金策仙宗的招牌，也亲自打碎了你设下的规矩？看来薅羊毛到了系统承受极限，幻境自动解除了。无耻狂徒，连我的名号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肮脏勾当？你这无耻狂徒，竟敢顶着我的名号干尽敲诈勒索的龌龊事！梁道友，此言差矣。我非但没有败坏你的名声，反而在帮你弘扬天理。弘扬天理？你趁火打劫薅尽了试炼的羊毛，这也叫天理？你金策仙宗的规矩，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是又如何？等价交换乃我宗立宗之本。这不就结了？我在幻境中救死扶伤，耗费巨额灵力。按照等价交换原则，我收取点功法作为补偿，有错吗？有错吗？我大声报出你的名号，是为了让全天下都知道你是个绝不吃亏的真君子。你为了让我不吃亏，所以你去抢劫，一派胡言！你这是在偷换概念，炼体巅峰！你一个散修怎么可能进步这么快？很好，刚才勒索来的功法气息。梁道友，动手之前不妨先看看场合。肃静！试炼已然结束，谁敢在此喧哗生事？本次逆天宗入宗试炼，老夫已全程查阅了尔等表现，有人循规蹈矩，有人自作聪明，修仙一途本就是与天争。逆天宗果然是讲道理的好地方。记好你的身份令牌。有了这种身份，这修仙界庞大的资源系统将任由我重建。既然试炼结束，那在下就先去熟悉宗门环境了。各位回见。无耻淫贼，毁我情誉还想一走了之！今日就算是长老阻拦，我也要将你斩于殿下！够了，长老，他欺人太甚！逆天宗内岂容私斗？哼，明日你真以为老夫在夸你？长老明鉴，弟子一向遵纪守法。遵纪守法，老夫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！哼，想走？问过我手里的刀了吗？因果未了，逻辑未毕，道友就这么走了，不合规矩吧？你这分明是敲诈勒索！我乃金策仙宗出身，我们讲究等价交换，童叟无欺，留下买路财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我要是不给呢？那这试炼逻辑就得崩盘，诡异气息一旦泄露，你担得起吗？你要什么？随便给点核心功法就行，我不挑。只要我给了，你就放我走。只要你给的功法我没学过，我这人最讲信用，立刻放弃。可我怎么知道你学没学过？这还不简单，学没学过我录一手便知。只要我录不出来，就证明我没学过。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。这是我珍藏的炼气技法大全，由定宗监宗师撰写，你绝不可能学过。算不算我哪知道？我先看看。我的玉简，你看懂了吗？就敢毁掉？这玩意儿太简单了，我早学过了。一派胡言，这极其复杂深奥，我看了5年都没明白，你敢说你学过？真巧，写这书的莫前世是我家亲戚，他小时候还抱过我呢。你放屁！莫翠道根本没有亲戚。废话少说，看好了，顺悟前兆，这是焚天气火，你竟然瞬间领悟了！这小子的悟性简直是个怪物。看清楚了，换一个，拿点真家伙出来，别投破烂糊弄我。你这是在逼我！若逻辑崩溃，试炼必定毁于一旦。给你。这是最高级别的私人绝学，拿了快滚，别再折磨我了！多谢道友慷慨解囊。明日，你真是好手段呐！为了保住试炼，老夫被迫交底，但你也彻底暴露了你的底牌。从这一刻起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将进入我逆天宗最高级别监控。这是最高绝学焚天篇，市面上绝对没有流通，这可是能将天道炼作法宝的残卷。我不信你连这个都学过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真是个绝世天才？废话少说，拿来我看看。好东西，系统给我通通拉满。就这，换一个。
内容太浅，我早学过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老夫，这是顶尖高人的毕生心血，常人看10年都入不了门，你看一眼就能学会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看来我得给你开开眼了。入危急，清火，你竟然真的学会了？那是老夫要传给关门弟子的，你怎么可能瞬间掌控核心？下一个拿不出新花样，试炼就崩了。这小子不对劲儿啊！上次学西灵术用了半个时辰。 原来他当时是在装傻，真是不世出的变态天才！老夫果然没看错人。我的焚天片那可是我呕心沥血的绝密呀！老夫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，不仅被他白嫖，还被彻底鄙视了。莫老头，你这就叫送货上门！闭嘴！老夫那是为了试炼逻辑完整，你连小子一个压箱底的宝贝都掏干净了。我看你分明是想强行收徒，胡说八道！老夫绝不认账。长老们为何这般看着我？我只懂一点点皮毛而已，这控火诀确实不怎么难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 火中竟然带有侵蚀特性，连空间和诡异都能直接腐蚀。他现在明明只是炼气期呀，你懂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这火焰能越阶熔炼筑基矿石，他打破了炼气界的万年铁律。老夫的理论果然没有错。越阶熔炼，你真做到了，一点微末伎俩罢了。按照我们的逻辑闭环，你刚才的试探无效，请交出下一门绝学。你休想，绝对不可能！焚天片是老夫是高人的不传之秘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看来你还是不懂变通。既然你不守信用。 那我就只能物理超负你。等等，我给还不行吗？这是克阵之法入微，对神识要求极度苛刻。哼，我不信这个你也能看懂。内容太粗糙了，换一个。这玩意儿我8岁就学过了。我不信，这是养炉之法倒养，给我学，学不会就去死。融财之法红炉点血，学过了。 换下一个塑形之法鬼斧神工，学过，手法太老套了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还有没有更实用的？比如废弃法宝怎么翻新卖钱？进货，黑岩城的鬼市找瞎子李，报我的名字打8折，连进货渠道都报出来了，赚翻好。继续说，别停，把行业潜规则都说一遍。莫老头，你给我适可而止，别碰我，老夫正在兴头上。你这叫试炼，你这叫义务教育。炼气基础养炉点火融财，你连2手法宝回收都教了，你这是在当众收徒，还倒贴行业经验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放屁！ 谁倒贴了？是他先污蔑老夫的名声。他说我是他亲戚，这是造谣。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他们会以为宁日是关系度。我必须找到他学不会的技艺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老夫的清白。你可拉倒吧！你分明是在憋笑。大家看看他那副护犊子的嘴脸，我看你恨不得把家底都掏空。胡说！ 老夫道心坚如磐石，今天必须让他知道天高地厚。哎，别跑啊！我的教材，进货商的联络暗号还没说呢。这就结束了，我还没学够呢。莫老头，你这山贼跑得挺快呀！ 再不跑，你连底裤都要骗光了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老夫要杀了他！这小子欺人太甚，老夫要劈了他！莫长老消消气，大局为重，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？试炼已经结束，该宣出结果了。莫长老若是再闹，宗主那边不好交代。宁日面对极强的求生欲和应变力，综合评定位列本界第1。宁兄弟，你太牛了，连长老的羊毛你都敢薅，我服了。基本操作无需声张，可惜那个进货暗号没套完。 也不知道黑岩城打8折的口令是啥。宁世侄，那个人好像对你有敌意。宁兄弟，不用管他，无能狂怒罢了。现在发放弟子服饰，前途无量啊！以后多关照，都给我站直了，精神点儿！恭喜你们入驻金辉园，开始修仙之路。性命交修的东西，这手感，这造型，真像个智能手机。周场主，这是什么法宝？好生奇怪。这是你们的地天宗，想活下去，想获得资源，全靠贡献点。具体能换什么？怎么获取？功法、丹药，甚至呼吸高阶灵气，一切都要贡献点。做任务或者卖材料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急需，也可以找宗门借贷。借贷？宗门这么好心，要利息吗？当然要。9出13归，童叟无欺，利息每天结，逾期直接扣除修为抵债。宁日，你要不要先贷个10万点，我给你批？好熟悉的套路，吃人不吐骨头，这不就是披着修仙外衣的高利贷机构吗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这叫提前投资未来。有意思，只要是规则，就存在漏洞。其他人先进园挑房间。高大哥先去，我马上来。别看了，那令牌里封着点小东西，不该问的别问。现在谈你的事儿。周长老，请讲。之前说你是先天圣体，那是糊弄外人的。其实你的资质实在烂的可以，简直就是个漏风的破筛子。我能站在这儿，全靠宗门栽培。你很聪明，所以宗门给你特批了计划，2个选择：第一，破例让你进内门；第二，去寻一味极品灵药，强行帮你洗髓伐骨。长老出面，这等机缘，我要付出什么？很简单，贡献点。你现在是个穷光蛋，宗门可以借给你300年期限，不要利息，怎样？不要利息，好一个无息贷款。
这是买断我300年劳动力。宗门大恩，周长老厚爱，弟子万死不辞。你选哪个？我马上给你办手续。这事关重大，容我再好好想想。长老，这贷款虽好，但我于心不安。宗门看中你的脑子，若选第2条路，长老们去寻药，不知会去何处，可有凶险。若让长老陷入险境，我宁愿不修仙。你小子倒是有情有义。那极品灵粮药交由地盘空间里。诡异空间那是什么地方？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绝对规则领域。进去之后，你的修为法宝通通没用，你唯一能靠的就是遵循它的规则。只要满足规则，就能活下来。活下来没那么简单，你得找出逻辑漏洞，才能拿到奖励。如果找错了，或者走进死胡同，瞬间暴毙，连渣都不剩。规则漏洞，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游乐场吗？这也太危险了。长老，咱们宗门附近有这地方吗？放心，宗门附近绝对没有。那就好，看来已经被长老们清理了。除非你比他更疯，比他更懂规则。比诡异更疯？这怎么可能？人怎么疯得过那些绝对规则？问得好。所以外面的凡人只能当一辈子蝼蚁。你知道凡人为何能安然无恙吗？为何那些恐怖的诡异不去找他们？因为凡人没有灵力。大错特错，因为他们病入膏肓。每个凡人从出生那一刻起，体内就潜伏着名为凡鬼的东西。凡鬼？我们体内都有诡异？没错。这是一种最底层的规则态，它就像一个无形的严密的牢笼，它完美屏蔽了外界高阶诡异的感知，凡人受它保护，免于横死，终生被禁锢，无法感知一丝仙缘。难怪我能修炼，作为穿越这个世界的霸，那我们这些修仙者，岂不是时刻暴露在危险中？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我们是打破牢笼的疯子。主流宗门是诡异为洪水治火，但我逆天宗偏要反其道而行，我们利用被驯服的诡异夹缝中强行逆天筑基。宗门气魄，弟子拜服，长老教诲，弟子铭记于心。行了，今天说的够多了，那令牌里封着点好玩的东西。好玩的东西，算是个器灵吧，能帮你接任务。回去滴血认主，你自己摸索。恭送周长老。哼，总算不用演戏了，累死我了。算是个器灵，资本家免费发的智能玩具，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这是宗门统一配发的新手无痛针，连无痛采血针都准备好了，这服务真是周到的让人发毛啊！血液基因验证通过，新晋弟子宁日绑定成功。哟，还真是个语音助手。有什么新手福利吗？请宿主立即进行驾驭选择。驾驭选择？什么鬼东西？选项1，服从宗门绝对指令；选项2，接受宗门灵魂烙印。好家伙，全是霸王条款！周印这老狐狸，警告，搁这儿等着我呢。计时10秒。我选3，把你这破烂砸了。警告，遭受未知高阶规则入侵。底层逻辑正在被暴力篡改。拒绝重写，拒绝！干得漂亮，给我狠狠的黑掉他！底层人格逻辑附小完毕，请宿主自定义器灵。跟我玩底层控制，看看你能给我整出什么花样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逆天宗难道全员精神病？哎，连个器灵都搞成定制陪伴了。我是来修仙的，不是来玩养成游戏的。不过既然被系统洗过了，测试一下这玩意儿的智能上限也不错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温暖贴心，宿敌。啊，这特效还挺刺眼。好久不见，明日，没想到你也加入了逆天宗。哟，上来就碰瓷。你可真是没用啊！你已经完全追不上我的境界了。也罢，为了我们有朝一日的巅峰论道，就让我来亲手培养你吧。这人设做的也太敷衍了，你也配？怎么死机了？你的问题过于复杂，令牌未能明白。这就装死，这抗压能力也太差了。行，那我换个问法，你哪来的资格和底气培养我？我自然有这个资格。明日，你不知道我经历了多少。我10年前进入逆天宗，完美通过最难试炼。5年前我出关，已是修仙界第1天骄。你蹉跎太久了，不过怪。既然你福元身后落在我手里，我定会让你明白何为修仙。转人工。你的问题过于复杂。行了行了，别念经了。既然你要培养我，那就回答我的问题。行吧，我尽量满足你。诡异到底是什么？算了，你毕竟耽误了这么多年。诡异就是一处充满扭曲规则的地方，不按那些古怪离奇的规则行事就会死。祖师说过，诡异分先天和后天，先天由秘境演变，后天由强者尸身所化。你说的太烂了，我听不懂。你怎么连这都听不懂？你个蠢货！算了，我就再跟你说一遍。行，我明白了，驯服诡异又是怎么回事？驯服就是控制，你的理解能力真差劲。驯服诡异没有算卦，有人靠炒菜，只要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对了诡异的胃口就行。懂了，就是卡 bug。那凡人呢？他们不会被诡异困扰吗？你太愚昧了，凡人怎么可能不被困扰？什么意思？凡人的诡异就是终生无法自主获得修仙之法。古代凡人可以捡到功法自己修炼，但现在凡人必须由活着的修仙者传授功法，只有成为修仙者，凡鬼才会破除。不对，这绝对不对！我那本练气球明明是在垃圾堆里捡的，根本没人教我。如果凡人自带凡鬼，无法自行领悟功法，那我为什么能练成？我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才是最大的漏洞。你疯了吗？也是，像你这种资质平庸的废物，听到修仙界的残酷真相，精神失常也很正常。你真当自己是个腕儿了？我乃逆天宗第1天骄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是吗？那你算算我刚才在笑什么？哼，
自然是笑你自己的无能。错，我笑你是个智障。放肆！你敢侮辱我！我掌握着逆天宗所有的渊博知识，我能亲手把你这块烂泥扶上墙。你配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配教我吗？你连我都看不透，还自称全知全能？你不过是个新来的喽啰，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底细。那你告诉我，我的反鬼在哪儿？扫描目标，未发现反鬼痕迹。这不可能，这违背了底层逻辑。你的逻辑闭环崩溃了。不，我是天骄，我不可能算错。吵死了，转人工。逻辑冲突严重，这才对嘛！一个 AI 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宿主指令已确认，信息库检索模式已开启，请提问。给我讲清楚先天诡异。上古时期，修仙界存在无数秘境，这些秘境原本受修仙者掌控，规则稳定。直到天地巨变，未知能秘境率先变异，里面的天地法则彻底崩坏扭曲，他们开始吞噬周围的一切。我倒要看看这诡异的规则到底是什么。凡是不遵守这扭曲规则的生灵，皆会被秘境直接抹杀。这就是先天诡异。是的，他们由天地生成的秘境演变而来。原来这世界的副本全中病毒了。那后天诡异呢？后天诡异更加凶险。天地异变后，那些不朽尸身诡异能量会主动入侵这些强者的尸体，尸身生前的执念与诡异能量结合，最终形成了一片极度复杂的诡异绝地。死人变成了辐射源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世界？逻辑全崩了。这就是世界的真相。行，我懂了。不过无所谓，只要我没有反鬼，我就能打破一切规则。我就是这个世界里最大的清流。你真以为这是好事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反鬼只是锁死修仙途径的枷锁？凡人肉身孱弱，为何能在诡异横行的世界活下来？你是说？没错，反鬼其实是世界给凡人套上的保护罩，它掩盖了凡人的气息，让其他诡异无视他们。而你，一个没有反鬼的凡人，就是一块没有任何包装的极品肥肉。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极品肥肉？字面意思，字面意思，没有反鬼的遮盖掩饰，你在那些高阶诡异眼里，就像黑夜里的指路明灯。极品肥肉是吧？既然我这么香，为什么活到现在还没死？算你运气好，一直躲在凡人堆里，用他们的反鬼气息掩盖了你。这反鬼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就只是个隐身衣？愚蠢至极！反鬼是天道的诅咒。它屏蔽了所有高阶诡异，同时也屏蔽了天地灵气。凡人终生受困于此，绝对无法自行感悟灵气。一点可能都没有。比如遇到上古大能的传承。传承？那是上古时期的事情了。自从天地巨变，诡异彻底扭曲了世界法则。现在的凡人若不经引导，连功法上的一根线条都看不见。连一根线条都看不见。我不仅看见了，我还无师自通练成了，这绝对违背了世界铁律。凡人必带反鬼，但我却没有，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是一个外来者。你在嘀咕什么？被真相吓傻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活命的对策。对策？你唯一的对策就是藏好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你没反鬼。为什么？这不就代表我是绝世天才？天才？在这个疯狂扭曲的世界，你这种不受规则限制的活物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那些高高在上的老怪物，他们做梦都想打破诡异禁锢。一旦你的秘密暴露，整个修仙界都会为你疯狂。他们会把你大卸八块。这个秘密绝不能见光，否则死无全身。好一个窃骗研究！既然藏不住，那就掀了这棋盘。哎呀，我亲爱的宿敌，你这是受刺激太大，疯掉了吗？没关系，等你被老怪物们抽筋扒肉时，我会用最温暖的语调为你唱安魂曲的。装死只有死路一条，唯有绝对的暴力，才能碾碎一切规则。系统调出所有生活技能面板。你对着空气在比划什么？凡间打铁，讲究千锤百炼。修仙炼体
本质也是能量重组。既然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漏洞百出，那我就强行把它们嫁接在一起，将所有杂学点数全部转化为修仙点数，全部砸进焚天篇！你疯了！这是什么霸道的灵气运转？你连出气都没到，强行引火入体，你会把自己烧成一滩肉糜的！停下！继续，这点压力算什么？剩余点数全部投入。哪有你这样强行重塑经脉的？不破不立，我的身体不需要这破天道来定义。焚天为炉，点血为风，给我破！成了，逻辑重组完美契合，这就是重塑后的力量吗？现在的我，哪怕是内门长老也敢碰一碰。见鬼了！你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天赋？这种恐怖的上位级气息，你真的是那个连反鬼都没有的废物！怎么，不打算帮我收尸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命硬！这又是什么花样？警告！警告！最高权限指令强制介入，越级指派，不可拒绝！拒绝！我才刚突破，谁在干涉我的令牌？不知道，这股气息不属于宗门，宗门级任务发布，目标地点落霞城匠心楼，任务要求彻查当地异常诡异波动。落霞城强制指派给我一个外门弟子，这摆明了是个陷阱。快接下他！快点！令牌的防御机制被击穿了，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躲进去了！他要过来了，快跑啊！被锁定了，根本跑不掉。新弟子感觉如何？周长老好手段，你这气息居然重塑了，果然是我看中的绝世奇才。刚才那只眼睛是什么？落霞城的某种高阶诡异罢了。他顺着令牌的越级指派锁定你了。外门弟子的任务会有这种东西，这是陷阱还是试探？聪明，这确实是个死局。落霞城现在就是个绞肉机，你一个没筑基的新人，去就是送死。宗门强制指派我无法拒绝，所以你需要我的帮助。签了这份资源借贷契约，我替你平了落霞城的事，还附赠顶级资源，保你一路筑基。哇，天上掉馅饼了，快签啊！这可是长老庇护。利息怎么算？抵押物是什么？一点微不足道的宗门贡献点罢了，加上你未来100年的绝对效忠。拿我的命去填你的坑，抱歉，这钱我借不起。你疯了？你想去落霞城为诡异吗？你确定？这可是你活命的唯一机会。逆天宗不养闲人，死了可没人收尸。既然入了逆天宗，我命由我。若是实在不成，到时候再说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，够狂妄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局。完了完了，惹恼了长老，落霞城任务我们死定了。死局，只要数值够高，神也能上。系统调出面板。死到临头，你练凡人无把式。只要是行为，就有逻辑。只要有逻辑，系统就能抓住。我要在这40平的笼子里榨干这个世界的基础规则，洗点全部洗掉。清零重来，肌肉记忆还在，这是没有上限的原始积累。你是个纯粹的疯子。还不够，速度再快点！停！你没把自己练废吧？辛苦我自己了，结算。100点原始积累足够了。落霞城是吧？匠心楼是吧？老子现在就给你们造个爹出来，把所有炼气技法全部拉满。这种级别的规则灌注，这就是暴力破解的快感。怎么回事？数值溢出了，点数没了，被系统吞了。吞噬？不对，这是重组，基础技能点满了，量变引起质变了。撑住，别给我崩溃！系统的底层逻辑，给我镇压它！100点原始积累，不可能推演失败，给我合！天宫残缺版，把几十种基础技法强行揉碎，就挤出这么个玩意儿。没反应，灵力没涨，肉身也没变强，难道100点全打水漂了？异变突生，这是刀的内部结构？不是结构，这是锻造它的底层逻辑。碳含量过高，导致刀刃极脆。这里的灵气传导路径是断的，破绽百出，简直像个漏风的筛子。我能直接修改它的规则属性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炼器，这是降维打击，是规则权限。传统炼器需要炉火，需要灵材，需要千锤百炼。
但我不需要，我只需要找到你的逻辑漏洞，然后重写它。一把没有任何灵力的凡铁，仅仅修改了晶体结构和受力逻辑，就能斩断寻常的法器，太美妙了。这个被诡异渗透的世界，在我眼里全是可以被利用的漏洞。主流宗门把诡异当祖宗供着，逆天宗那帮疯子把诡异当成进阶的补药，而我要把这些所谓的规则全部拆成零件。只要收集到更多高阶炼器功法，补全天宫的残缺部分，终有一天，连这片天地我都能重新锻造。怎么回事？因果线锁定啊！有东西顺着网线摸过来了，这把我当软柿子捏了。敢窥探老子，那就看你这双眼睛够不够我拆！给我破！连世界底层因果都能触动，你胆子真不小。若不是我及时出手，你连渣都不剩。多谢周长老出手相救。谢字就不必了。宗门不仅替你扛下刚才的因果，我还会派人深入诡异禁忌，为你取来洗髓灵药，无息贷款。这分明是卖身契。你在拒绝我，没有宗门的庇护，刚才那种诡异能杀你10000次。你真以为凭你这把破刀就能活下去？靠别人施舍的修为，借来的力量，终究要还高昂的利息。我自己捅出的篓子，我自己。你哪怕死也不走这条捷径。我宁日修仙，只信自己。不愧是我看中的先天修炼圣体，够疯够狂，这才是我逆天宗的种。这老狐狸果然是在试探我的底线。既然你不要捷径，那我给你一条死路。原本是准备交给内门天才弟子的，但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我破例给你个机会，即刻启程，前往落霞城匠心楼，配合陈星锋大师完成绝世法宝的锻造。只是辅助炼器，只是等你到了就知道了。这任务的奖励是逆天筑基法，外门最顶级的筑基功法，能强行改变天下没有丰厚的奖励，背后的风险绝对致命。这绝对是一个视死无生的死局。诡异的核心残骸，主流宗门碰都不敢碰的东西，一旦触碰，刚才那只血眼就是我的下场。怎么，怕了？怕了就把玉剑还我，滚回金流园等死。我不就是诡异残骸吗？只要它是物质，就有逻辑，只要有逻辑，我就能拆了它。这任务我接了。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敢赌。3天内必须赶到落霞城，去吧，别死在半路上。哪怕是地狱任务，我也要炸出未来。逆天分魂术，周院那老狐狸还算有点良心。奇怪，明明是简化版，怎么没有标注残缺？原来如此，这根本不是功法被删减，而是这门功法本身的底层逻辑就充满了漏洞。按照宗门的设定，这门术法只是在神魂外围造一个壳子，用来在诡异禁地里当替死鬼，暴殄天物。既然逻辑有漏洞，那我就把它补全，那就给你吃个够。强行补完的产物有多强？分魂具，不可思议！不仅是神魂壳子，这具分魂拥有和我本体完全同步的实力，炼器3品的力道分毫不差。虽然力量不能叠加，但用来做点别的事，简直是神剑。落霞城远在万里之外，靠2条腿走过去，任务黄花菜都凉了。必须用这玩意儿。修仙界的打车软件，金策仙宗的大手笔，可惜一口价太贵了，我可没那么多闲钱给他们送。是连接的某种诡异，而逆天分魂术刚好能蒙骗诡异。我的本体用过一次免费打车，但这个分魂，它的气息可是全新的。输入灵气，打入手中。干得漂亮！财大气粗的金策仙宗，你们的羊毛我薅定了。这只是一次小测试，等到了落霞城，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让我看看首单免费的排场，真够刺眼的。这金策仙宗真是富得流油，不知道非洲外壳能不能拆下来。融了炼器肯定不错，这司机技术不错。金策出行接行人罗克，尊贵的新客人，欢迎选择金策祭礼。金策仙宗伴您畅游天地，请问您要前往何？前往落霞城。怎么是你？道友，我们认识吗？你化成灰我都认识。上次在我船上练了一路刀，全程没停过。你不是那个宁日小友吗？道友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叫宁月，我是宁日双胞胎弟弟。双胞胎弟弟？你当我是瞎子吗？连灵力波动都一模一样。双胞胎嘛，难免的。你这系统都说我是新用户，这破烂玩意儿坏了吧？他明明是老客户。逆天宗的混蛋，你们就喜欢用分魂术骗我们金策的首单免费。哦，还有这种操作？贵宗的防御系统看来有漏洞啊，连个分魂都识别不出。你简直欺人太甚！怎么？金策仙宗要拒载，还是说你们要店大欺客？居然被一个练气的小子拿捏了！宁月道友请登舟，金策祭礼竭诚为您服务。这才对嘛，服务行业态度最重要。请上船。这非洲确实气派。警告！大慈神宫防御阵触发。大
次神功怎么活了？系统判定你为灭世级威胁，锁定极度危险变数，疯狂扭动。有意思，终于发现逻辑漏洞了吗？来得好快。差一点，整艘船都要被拆了。金策仙宗的安保系统还挺敏感的。你居然还没死？死的是个分魂，关我本体什么事？炼气3层，真的是炼气3层修行？如假包换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炼气3层的蝼蚁，怎么可能用得出来？很难吗？我随便练练就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邪修，这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妖孽。你这等惊世天资，为何不去我金策仙宗？你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我去过啊，你们老鲁出的人说我资质太差，直接把我扫地出门了。赵鲁出那帮饭头眼，把这种能跨大境界霄的修法念往外推，这群尸位素餐的废物，毁我仙宗根基！警告声，扣，随便扣，老子今天就要骂死那帮瞎子！魔刀术熟练练还差一点，这趟路程刚好能刷满。这种纯粹的向导之心，逆天宗那些疯子怎么配教导他？没事，我理解你的愤怒，我去接陈星锋门任务，给他打一套炼气法宝。你说你要去接陈星锋的任务？对啊，奖励挺丰厚的，怎么了？明日小友，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这任务不是很难？难？落霞城的匠心阁根本不是什么炼气圣地。收割场挺有意思，这个任务每年都有，各大宗门都会派顶尖的筑基弟子去。但结果呢？那些天才全都有去无回。陈星锋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炼气法宝，那个任务的背后隐藏着炼化活人的禁忌阵法，他是在用那些天才的血肉和灵魂，铸造无法想象的诡异之物。哼，炼气3层，哪家没落宗门的废物？在座的皆是筑基期，你也配跟我们坐在一起？赶紧滚出去！别弄脏了这地方！终于来活了，今天能刷个大波子。我让你闭嘴！道友先往心里去，这是我亲哥蒋武。我们刚从阴德宗遗迹死里逃生，他被诡异伤了脑子，现在就是个半瘫的傻子。你再动一下试试！你这人真没意思，硬生生打断我施法了。道友海涵，多谢宽宏大量。你们也是来接任务的？正是，陈星锋大师的炼气悬赏，这奖励可是极品筑基丹，奖励越丰厚，陷阱就越深。让我看看这地方有什么猫腻。难怪脾气这么暴躁，原来早被巨鬼给腌入味儿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等候制，这明明是个大型献祭法阵。道友眼光独乱，我确实略懂阵法，略懂。但你没看出这风水有问题？这里的聚灵阵极为精妙，灵气十分充沛，那是用来保鲜的。保鲜？这底下的逻辑链条是个倒转的抽血缝，它在一点点吸干你们的理智。你们来这儿多久了？不到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，够上菜了。上菜？上什么菜？你们啊，道友真会开玩笑。我从不开玩笑，你们已经是行走的祭品了。祭品？杀了你！死！全都得死！主动亮血台，成全你。哥，快停下！放开我！有鬼！有鬼啊！你这护盾套的挺及时啊！道友刀下留人，这是我全部家当，求道友饶我哥一命。他这状态不死也废了。我们去了阴德宗遗迹，不小心染上了巨鬼。巨鬼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一种能吞噬理智的诡异规则。只要内心产生一丝恐惧，巨鬼就会无限放大这种情绪，直到把人变成只知杀戮的疯子。让我看看这巨鬼的代码结构。这世界的修仙体系太畸形了，只注重堆叠力量数值，却连最基础的情绪过滤机制都没有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筑基，空有庞大的灵力妙板，精神防火墙简直千疮百孔。原来如此，我是个没有反鬼禁锢的穿越者，这世界的诡异规则对我完全无效。在他们眼里致命的污染源，在我眼里只是可以刷经验的怪。你很怕？面对诡异，谁能不怕？怕就对了，你们的恐惧就是他的养料。道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门外的怪物要进来了！急什么？排队送死也得讲规矩，他敢进来，我就敢切了他。哥，别看他，他没影子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光影渲染已清出 bug 了，补个代码。你眼睛被诡异吃了吗？看错了，道友见谅。师傅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
师傅，晚辈拜见刑名长老。宁小友，别来无恙啊！见过杨前辈。好苗子，最后去了哪家宗门？可有去我灵溪仙宗看看？晚辈天资愚钝，未能入灵溪，如今已是逆天宗弟子。已经去了逆天宗？正是。师傅，逆天宗有什么好的？来我们灵溪爹给你安排最好的洞府。我不是你师傅，别乱叫。我已经加入逆天宗了，半路退宗，不合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小袁说的并非没有道理，此乃五行精华筑基圣品，只要你点头，这就是你的见面礼。灵溪仙宗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别过来，全都是假的！你们这些怪物，我要杀了你们！老五，你清醒一点，这里是匠心楼，没有怪物。死！你们全都给我死！你们兄弟俩真是胆大包天，连阴德宗那种禁忌之地也敢去。长老恕罪，我们只是一时糊涂。阿武是为了救我才沾染了那东西。被巨鬼入体，理智便会被吞噬。极度的恐惧最终会转化为无差别的狂怒。你也是怪物，给我死吧！放开我，我不想死！匠心阁重地，岂容你这等污秽放肆？阿武，求你别说了，快闭嘴！星风大师，别来无恙啊！邢明，你堂堂金丹长老竟亲自来了，莫非是眼馋我这老头子的奖励？带家里晚辈来长长见识罢了。晚辈宁日见过星风大师。哼，莫催道那个疯子竟真舍得放人出来，希望你的本事别像他一样碍眼。闹剧到此结束，准备开始考核。考核时限只有3个时辰，规矩很简单。活着练完一套完整的法宝，要是练不出来，就把命留在这里吧。来，好霸道的灵压！以往考核各自独立，但今日规矩变了，你们4人同时竞技，老夫会亲自在旁实时点评。不像某些炼气期的废物。哼，跟我们同台，真是脏了这炼气室。小袁，别害怕，徒侄有不懂的地方，随时问我。谢谢星风大师，原来是裴太子读书全沾了这小子的光。废话少说，开炉！看好了，这才是筑基期的丹火。怎么回事？我连火都没点。观察溢出奖励，系统把他们的动作算作我的学习进度了。糟了，系统要查异常了。啊！强行洗点，把溢出经验全变成自由点了，这简直是明抢啊！宁日，你死了吗？这废物恐怕连火都不会生。逆天宗的弟子就这点本事，还在发什么愣？晚辈愚钝，正苦思冥想如何开局，毕竟要在您面前献丑，晚辈惶恐。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做派，再不动手，老夫现在就毙了你！是，晚辈这就开始。你还要装模作样到何时？晚辈在构思最完美的火候。完美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就凭你这种垃圾，莫隧道那个老疯子，他一辈子沉迷残缺破烂，连一件完美法宝都练不出，他教出来的末流废物也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！星风大师，您快息怒，跟这种废物生气不值得。逆天宗的人脑子都有病。大师，您别看他了，还是看晚辈的赤炎火吧。金道友这火有点虚啊，提纯玄铁可不够看。星风大师，您看我的，太强了，简直不可思议！这就是筑基期的实力吗？少废话，立刻给老夫点火！再不动手就滚出去死！是，晚辈这就献丑。太强了，简直不可思议！这就是筑基期的实力吗？少废话，立刻给老夫点火！再不动手就滚出去死！是，晚辈这就献丑。大师，请看，这火虽小，但却蕴含着晚辈的诚意。诚意？你拿诚意练气，一派胡言！莫说道就是这么教你的。大师，您别生气了，这种跳梁小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梁道友，你说呢？金道友所言极是，别被废物影响了心智。晚辈遵命。晚辈定不负大师期望。左侧温度偏低，
再加把火。晚辈明白，这就加火。新风大师，您看我这幽兰，必须试探出加点规则。这怎么可能？五行完美流转，完美配比的灵火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有猫腻。大哥哥好厉害！竟然一点都不长，自己练气纯白给啊！哎呀，晚辈修为太浅，强行催动五行火，灵力已经彻底透支了。晚辈得先歇会儿，诸位天才请继续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多强，哼，原来是强行透支灵力，昙花一现的废物罢了。练气可不是一锤子买卖。谢谢老师，您看好了，我也要努力了。打工人真是太努力了，没有一丝灵力反噬，强行切断五行灵火，竟然能做到完美卸力！全都给我停下！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强行断火却毫发无伤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实力？新风大师，您误会了，晚辈修为实在太低。强行催动五行灵火，灵力早就彻底枯竭了。若不赶紧切断灵力，怕是要被反噬成重伤。哼，好一个顺势切断！你们两个蠢货，都给我好好看着他！新风大师，我们怎么了？我们可没偷懒啊！炼气之道浩瀚如海，你们只知道怎么开始，却根本不懂怎么暂停。刚才我喊停的时候，你们是如何断火的？靠着筑基期的修为，强行硬抗气火反震。你刚才是不是气血翻涌？是不是喉咙发甜？哼，如此蛮干，愚蠢至极，长此以往必留暗伤。你们再看看他，修为低微又如何？他深谙气火反噬之理，该断则断，毫不拖泥带水，这才是知进退的宗师风范，他才是完美的卸力。这脑补能力绝了，我只是没蓝了。晚辈实在无力继续了，能否在一旁观摩诸位天才？你且安心休息，其他人继续练气。都给我学着点他的基本功。这宁日简直是个怪物，连星风大师都被他折服了。幸好我早就向他示好了，绝不能招惹这种规则破坏者。果然如此，只要别人在我附近练气，我的熟练度就会自动暴涨。这就是宗师级的离线广击啊！两个废物，给我退下！我的本命灵火全毁了。星风大师，再给我次机会！心浮气躁，难抗大用。100点自由属性，终于到手了。宁日，你基础极其扎实，更难得的是这份心性。大师谬赞，晚辈只是懂得知足。哈哈哈，好一个懂得知足！我有一处秘地，名为气心阁，里面藏进我毕生炼气心得。你想进去看看吗？那可是落霞城的圣地啊！凭什么？他只是个炼气期。大师厚爱，晚辈惶恐之极，只是无功不受禄。晚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你倒是谨慎得很，条件极其简单，只要你当着我的面狠狠痛骂莫错道一顿，我保证他绝不会知晓。宁日小友，莫要紧张，他们二人本是同门师兄弟，只是理念不合，常有争执罢了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前辈提点。新风大师，此事绝无可能。你可知你在拒绝什么？晚辈这一身浅薄技艺，皆是莫道主悉心指点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若为一点机缘便辱骂恩师，晚辈与那无尽之犬有何分别？此子不仅天赋妖孽，这份信性更是万里挑一。随你吧，不勉强。休息结束，继续练起。100点，给我全部砸进去！原来这就是规则的漏洞，我看到了唯一的通关神路。太慢了，这种低级效率实在太慢了。剥离无效数据，剔除所有冗余规则。这是什么见鬼的容才速度？半炷香不到，主材居然全部提纯完毕了。我可说的对，这小子根本不是正常人。神识化刃，剥茧抽丝，好精妙的控制力。这小子究竟还藏了多少惊天断牌？西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这个变数。红炉点血，这是失传已久的古法容才。这门古法对神识的要求苛刻到了极点，哪怕是筑基期强行使用，也极易反噬成痴呆。莫遇到那个疯子居然把这交给炼气期，找到你了！隐藏极深的致命漏洞。既然规则有漏洞，那我就来制定新的规则，给我全面重组。他一个区区炼气3重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神识掌控力？
这绝不是炼气期能做到的。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陈大师，他这是在液态矿料中直接刻画阵法，这种狂暴的灵力波动，绝不可能是炼气法宝。正常手段炼气肯定有失败率，我绝不允许失败。为了逆天筑基法，哪怕把灵力抽干也值得。既然普通的办法不行，那我就给你们上点狠活。既然要做，就给我做到极致。任务没有要求，我就强行给你加上。我要这堆破铜烂铁生出真正的脑子来。气灵之纹，他居然在刻画气灵之纹！快住手！你这个疯子，那是炼气界的绝对禁忌，你会毁了这里的。小文，快退到我身后，这股力量要失控了！这疯子，灵气快被他抽吃了！陈大师，快阻止他，不能让他毁了匠心楼！来不及了，威压已经彻底失控了。炸炉，那是你们的逻辑，在我的系统里只有100%成功。剥离残差数据，重组底层架构，给我拧！竟然真的稳住了，那东西简直就像有生命一样，给法宝装上脑子，这到底是什么妖术？此子绝非常人，西夏必须将他拿。没有崩溃，怎么可能没有崩溃？在指甲盖大小的地方雕刻主城，还要保证所有阵法回路不冲突，就算是金丹期也不可能做到这种完美。稳定了，他与我内建线条都完美契合了天地规则，这根本不是炼气期能理解的境界。墨疯子，难道你才是对的？我跟你争了一辈子，竟然全错了吗？基础，这就是你说的极致基础吗？我引以为傲的炼气之道全被碾碎了。还差最后一步，必须完美收官。任务要求没气灵之纹，为了逆天筑基法，老子拼了！逻辑闭环，给我成！等等，那个转折，那个蹩脚的错误，那是我妻子当年的失误手法。她怎么会知道？她怎么能完美复刻出来？这是巧合，绝对不可能！不能闭合，绝对不能闭合！住手！快给我停下！住手！快给我停下！太迟了！逻辑闭环，成了，完美的神作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连气灵之纹都刻出来了，我输了，彻底输了。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做到的，我们居然妄图跟他比，他就是个玩弄规则的怪物。师傅威武，师傅天下第一！此等神作简直前无古人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他，一模一样。考核时间到，现在开始验收作品。星风大师，我本可以不堪造就，失败。晚辈受教了。大师，我只差最后半成，差一丝也是废品。是，大师教训的对，毫无胆魄，失败。大师，您看我这个。宁日，你的作品堪称神作，但与图纸严重不符，失败。星风大师，此等神作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晚辈认输。此次考核全军覆没。天赋再高，还不是落选。但陈某照价收购各位的法宝，每人200灵石，拿着。多谢星风大师认可。西苑，你的卖不卖？不卖，我要拿回家给我爹看。这孩子就是死心眼儿，随你。至于你的那件完美铠甲，我出2500颗灵石。啊，2500，这简直是天价！凭什么？他明明也失败了，一个废品怎么值这么多钱？你有意见？成交，老子彻底暴富了。交易结束，其余人可以走了。宁日单独留下。大师这是要私下指点他，与你无关，慢走不送。大师留我，是为说明失败原因。你可知那考核图纸从何而来？为妾不知，但我排除了图纸上所有的诡异陷阱。那是我其实最骄傲炼气子的画作，可你做的实在太完美了。您把残次品当做满分标准，因为那上边有他对抗诡异失败的痕迹。大师用情之深，您是在借此纪念亡妻吧？谁告诉你他死了啊？您刚才这副哀悼的表情，他活得比谁都好，修为还比我高。我不小心把他那件宝贝当垃圾容了。所以您设局找人？我在找替身，找那个瞒天过海的赝品。要是被他发现宝贝被我毁了，他绝对会把我活剥了的。堂堂金丹大佬竟是个极度妻管严，那您直接坦白从宽不就行了？这总比造假罪名轻吧？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晚了。他看到我大张旗鼓的发布任务，以为我在重温我们当年的美好回忆。他现在正满心欢喜往匠心楼赶来。完了，他到了。原来如此。您提供的不是任务，是情绪价值。谎言的血球越滚越大，您现在骑虎难下。你小子这副表情，在看我笑话是不是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不说。信不信让你永远闭嘴？杀了我外那位前辈，马上就要破门而入了。您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动手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要任务原本的终极奖励。你疯了！你都没完成我的标准。但我保住了您的命，不是吗？这笔买卖您稳赚不赔。好小子，敢敲诈到金丹修士头上，算你狠！逆天筑基法，拿去。您放心，多谢大师赏赐。今天的事我会烂在肚子里。少废话，赶紧从后门暗道滚，千万别让他看见你。夫人莫急，为夫这就来了。 2500颗灵石，这笔庞大资源足够我将装备强化到极致。逆天筑基法，主流宗门视若蛇蝎的残缺之物，却是我这种规则破坏者的破局钥匙。我的全场碾压计划终于凑齐最后一块布片。怎么回事？这功法里的诡异逻辑在反噬，天宫点数在暴动。这功法在强行牵引我的点数，
他想跳过步骤，让我直接就地筑基。现在筑基绝对会引起天地异象，但强行压制，我的经脉会被活活撑爆。真有意思，诡异规则想教我做事。封口费想反悔，我陈兴风还不至于言而无信。我只是觉得你这身惊世骇俗的炼气天赋，留在逆天宗那个鬼地方太暴殄天物了。离开逆天宗，我保举你进入灵犀仙宗。灵犀仙宗，正道一迷门。没错，不仅如此，我还能让你富可敌国。最新一代的洗炼法宝是我亲手创造的，这东西能洗去浊气，全天下的修士都抢，以你的天赋，最多3天就能完全掌握。到时候全修仙界的订单高都会砸向你。逆天宗到底哪里得罪有你？他们没得罪我，但他们是邪修。邪修杀人放火了？邪修不止修炼路子极度扭曲，正常修仙吸纳精纯清气，结成无瑕道基。天赋差的吸纳浊气，靠法宝洗炼也能救。可你们逆天宗那帮疯子呢？他们非要反其道而行之，硬拿浊气筑基。筑基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啊，万一成功了，那岂不是同阶无敌啊？但那只是噩梦的开始，后来的更离谱。有个家伙竟然用烟火气筑基。烟火气？厨房里的油烟吗？这怎么修炼？拿铁锅炖自己？但这还不算最邪门的。你知道他筑基成功后道基是什么样吗？一口大黑锅。是人，竟然走出了一群人影。我操，这他妈是道基还是传销组织啊？这不就是不能抽象吗？确实逆天。那大师，既然烟火气都能筑基，我平时总受窝囊气，那窝囊气能筑基？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逆天宗里真有人靠受窝囊气修到了金丹。真有这种神人？明日，你是难得的正常天才，走正统大道灵石地位唾手可得。一边是正道大宗和建灵石大楼的暴富美梦，一边是一群用窝囊气筑基的绝世疯子。抱歉啊，大师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和疯子打交道了，给我破！疯子，快停下，你会爆体而亡的！多谢大师关心，我没事。你竟然真的没事？那是，我可是要成为和你们不一样的烟火。罢了，看来你心意已决，记住。不要被逆天宗带入歧途，这是任务奖励，也是完成的凭证。多谢大师，这东西有什么用？拿着它，你才能在宗门领取到对应的奖励，而且这东西也算是一种警示，我要时刻提醒你。我会小心的。等等，大师还有事？没事，只是以后好自为之。可惜了，真是个好苗子。让我看看这逆天筑基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收入，终于到手了。让我看看这逆天宗的筑基之法到底有多逆天。怎么回事？无法加田？这怎么可能？还是不行，天宫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看来观摩高阶炼气师这条路暂时是走到头了，必须提升自身境界才行。无法加点，看来这系统也不是万能的。难道是因为我的炼气诀等级太低？这系统恐怕是把修仙功法也做成了科技树模式。想要点亮高级技能，必须先满足前置条件。看来想靠8个一步到位筑基还是太天真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老老实实提升炼气诀等级吧。107点自由技能点，足够把炼气诀拉满了。管他什么根基不稳，我就是要暴力灌注，给我生！不够，这些灵气还远远不够，给我继续灌输！系统，给我无视规则，强行拉满！成了，这破而后立的滋味真够劲儿。这就是炼气巅峰的力量吗？系统，给我结算面板，付出这么大代价，总算解锁了。让我看看这功法到底有多逆天。选择筑基之物，还有4个选项，灵根筑基，后面竟然标注预计失败。系统，你这是在进行人身攻击吧？因为我灵根残缺，连试都不给试。天地奇珍暂无，这玩意儿可遇不可求，我现在上哪儿找去？后天之物，比如弟子令牌。预计失败率极高，这简直是拿命在赌博。那些走悟的人才会选这种烂路子，我宁日绝不走这种残品的路线。用诡异筑基，预计天道筑基，逆天宗这帮疯子竟然想得出这种法子。原来如此，天道早就被诡异入侵了。只要能从诡异里把天道挑出来，这想法很超前沿啊！这还有共享文档，前人的经验总结，我倒要看看前辈们都是怎么挑刺。用烟火气熏诡异，因为天道习惯了烟火气，而诡异会辣眼睛流泪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怨夫关白鱼这名字真怪，让天道习惯怨气，诡异受不了委屈就能将之提炼，这是让诡异去背黑锅啊！谁家好人是这么修仙的？挠诡异痒痒，搞诡异心态，这根本就是一帮精神病在交流病情吧？这功法应该标注未成年人禁止观看。不拨开这些风言风语，内核却很清晰。这些方法虽然荒诞，但本质上极其违心。诡异是一种规则能量场，并非真正的活物，能不能炼化它，只看你信不信自己的道。只要我的唯心意志强过他们的规则，我就能强行打补丁，覆盖他的逻辑。论卡 bug 和搞心态，我一个现代将您怕过谁？难怪您只能是个长老，当不了祖师爷。建议我修复灵根后再行决断。这帮老家伙是怕我成长得太快吧？哼，他们根本不想我这么早解决灵根问题，进入内门，按部就班去修复灵根，那太慢了。我这逻辑里的唯一 bug 就该玩最疯的局。既然灵根这条路走不通，那我就亲自去抓一只最凶的诡异来吃。90.9%的必死率，这在系统判定里不就是必定保底吗？哼，让我看看这帮疯子到底是怎么操作的。长老周痕的实名最终自白，
上集只看到一半，原来这底下还藏着真东西。开头倒是喊得挺响亮，当年我亦曾直面诡异本源，欲行逆天筑基之举。哦，周老头头当年还真试过，连自己都残留着情绪变动，然诡异之因，方前立伟噬魂几近崩溃。我最终只得妥协，退求其次，选择天地奇珍。难怪失败的板着个脸装深沉了。他对天道、对诡异始终心存敬畏，在唯心博弈里，敬畏就是最大的破绽。一旦产生哪怕一丝恐惧，整个逻辑链就会瞬间崩塌。恐惧就是诡异入侵你大脑的最强后门，没有必胜的逻辑掌控，去碰诡异就是找死。难怪这帮长老百般拖延我修复灵门，他们根本不想让我走这条绝路，选稳妥的路，当个庸弱的长老，还是选最疯的路，把这个烂透的世界砸个可笑。我会成为下一个周修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不能盲目步入深渊。我要找最稳妥的破局之法。先把分魂术点上去看看。这动静怎么这么大？炼气巅峰的修为外显。算了，一会儿出门前再细点。二位前辈，怎么了？炼气巅峰？你进去前才炼气3品啊！你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？坏了，挂忘关了。两位前辈，且听我解释。竟是时间流速不同吗？绝对没有此事。你不是说你灵根极差吗？怎么一转眼就炼气巅峰了？其实这很合理。合理？这叫合理？晚辈炼气天赋极高，炼气天赋等于炼气天赋，这难道不是修仙常识吗？清风大师指点了我，我炼气水平突飞猛进，炼气境界自然也就突破了，哈哈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二位前辈觉得呢？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比珍珠还要真。你信奉这种逻辑闭环？这就是晚辈的逆天之道。炼气等于炼气可以理解，那筑基和金丹呢？这个嘛，筑基就是铸造道基，这可是炼气师的看家本领。居然还能这样解释。至于金丹境界嘛，比里面有个金字，炼气师天天跟金属打交道，把金属炼成丹，那就是金丹。让二位见笑了。筑基炼成金丹，这就是逆天宗的唯心之法，逻辑自洽，强行破境。果然是颠覆常理的疯子宗门，你们这就信了？你若不能坚信，趁道退宗。晚辈道心坚如磐石，绝不动摇。不知二位找我何事？我与小燕准备回宗门了，临行前特来送你一物。无功不受禄，晚辈怎好意思收如此大礼？你错了，你做了件大好事。晚辈做了什么大好事？小袁因你对炼气产生了极大兴趣，他天赋极高，却一直没有定性。如今他决定闭关研习炼气，我终于可以清闲一阵了。那是小袁自己勤奋到的引子吧？莫要过度谦虚。好强悍的生机循环，这是五行精华。不错，正是五行精华，这是先天筑基最上乘的资源。此物实在太贵重了，这可是西家家主的心爱之物，晚辈福伯实在不敢当。给你，你就拿着。我灵犀仙宗最重绝世人才。系统提示：好险，差点就是死局了。原来刚才全是分魂术的推演，那套逻辑虽然能暂时骗过他们，甚至还能白嫖到五行精华，但最终会让我沦为西家的棋子。杨兴明那老狐狸城府太深了，必须换个破局之法。啊！这气息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炼气巅峰，竟是里有时光加速阵法吗？坏了，这回是真的挂忘关了。绝无可能！你才炼气3品，你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勾当？两位前辈，其实这很合理。晚辈的炼气天赋，这般精彩绝艳的变数，西家吃定你了。不行，绝不能用那套说辞。一旦被盯上，我再无脱身之日。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，绝无一袭破七境的奇迹。你是不是吃了魔道邪药？前辈，晚辈绝对没有。星风大师，此事确有蹊跷，主流宗门皆知诡异无孔不入。没错，这世界充斥着诡异，哪怕是凡人都有凡鬼禁锢。你残缺灵根，凭什么无视规则？如此诡异，莫不是被深渊里的邪祟附体了？前辈明鉴，我神智清醒得很。邪祟附体者，哪个会说自己封体了？是人是鬼，搜魂便知。搜魂，这可是会变白痴的。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。推演借口不能用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必须找出一个违背常理的解释，还要能完美逻辑自合。慢着，我有方法可证清白。给你最后一次开口的机会。晚辈是将肉身当法宝练了。你说什么？把
肉身当法宝？没错，就是炼气之法。这天地就是个大熔炉，我的肉身就是那块粗皮。灵气就是锻造的铁锤，我用宗师级手法梳理灵气，剔除杂质，打磨经脉，这叫暴力断体，强行升级。以灵为锤，以骨为剑，淬炼杂质，拔高品质。你真把肉身当法宝打磨？既然炼气能出完美神作，那炼气为何不能？这简直荒谬至极！可是这逻辑竟有些自洽。你这炼气岂能糊弄过去？那筑基呢？金丹呢？你这套邪门歪理走不远。前辈此言差矣。筑基即是铸造道基，将体内灵气强行铸造成型。筑基正是炼气师的看家本领，这很合理吧？那金丹呢？金丹乃是大道感悟。金丹里有个金字啊，提炼五行之金，高压浓缩合金成丹，这不就是炼金术吗？筑基即筑基，金丹即炼金，那我闭关苦修200年，哈哈哈哈！竟然不如他打铁1天。逆天宗的唯心法则，只要逻辑自洽就能骗过天道。他居然真的信了这套邪理，这俩老头真被我忽悠去了。两位前辈，晚辈句句属实，这便是我的一息破七境之法。别说了，让我静静。修仙竟然是打铁，贤侄的天赋果真万中无一。前辈过誉了，瞎练的。今日之事，老夫定会保密。贤侄啊，你这套修行逻辑可谓是惊世骇俗，将天地视作熔炉，将肉身当成法宝。若你真能走通这条路，必将颠覆整个修仙界。前辈您过誉了，晚辈这也是没头苍蝇乱撞，摸着石头过河罢了。这是什么宝物？好霸道的气息！五行精华，杨兄，这可是能强行重塑道基，连天界灵根都垂涎古指的绝景重宝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筑基资源。前辈，这实在太贵重了，无功不受禄，晚辈绝对受之有愧。就当是西家对未来的投资。正统修仙路已经僵化太久了，我非常期待你用这套新逻辑为我们西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惊喜。既然前辈如此看重，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日若晚辈真能筑基大，竟不忘西家今日的慷慨。好，够痛快！我等着看你铸造出这世上最完美的道基。这波忽悠简直是血赚啊！不但解除了被搜魂的危机，还白嫖了这么顶级的资源。有了这五行精华相助，我这破败的灵根也绝对能铸造出完美道基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回逆天宗闭关，立刻冲击筑基境。怎么回事？识海怎么突然暴动了？这破面板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幺蛾子？呼，原来是满足条件，筑基选项正式激活了，真是吓老子一跳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祖师，这破西殿系统里怎么会有这种隐藏的虚位？为什么？我感觉这根本不是什么奖励，而是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。难道系统的最终目的是要逼我复刻逆天宗始祖那条必死无疑的路？这就是逆天宗的终极诅咒！都赢了，有了这五行精华，天道筑基近在咫尺。管他什么诅咒，只要我够强，规则就得听我的。谁？文兄、武兄，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宁兄，你的修为炼气巅峰，这怎么可能？出了点小意外，偶然突破罢了。两位这是刚从哪个禁地逃慢出来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刚从阴德宗败退。他这巨鬼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，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万幸。你刚刚问起阴德宗，难道你想去？我正有此意。文兄既然刚去过，不妨跟我透个底。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，他原是狂兽，如今被诡异彻底扭曲。第一关，我们兄弟俩遇到了剑心试炼，全都一败涂地。失败了不会死，失败必须留下贺礼。这所谓的贺礼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买命钱。阴德宗的规矩必须等价交换，你认为你的命值多少，就得给出等价的贺礼。如果我觉得我的命只值1块下品灵石呢？诡异个修士就是这么干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又掏出1块一模一样的灵石，想蒙过关，塞进他手里。下一秒，诡异直接捏碎了他的心脏。原来如此，如果给的太廉价，诡异就会退款。然后拿出同样的东西买你的命。对，所以千万不能给廉价货。修士修为越高，命就越金贵。筑基期进去，连本命法宝都填不满那怪物的后口。修为越高，命落到柜里。我这炼气巅峰的命根本不值几个钱。那如果我给出一件看似毫无价值的垃圾，但那件垃圾是诡异绝对无法复制的孤品呢？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多谢你的情报，我突然觉得这阴德宗是个好地方，那里的诡异一定会非常喜欢我准备的贺礼。啊，宁兄。你真要去送死？我很清醒。继续说阴德宗。阴德宗的身份分2种，试炼弟子和上门宾客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去了。弟子若能通过试炼奖励丰厚，若试炼失败便会自转为宾客。那宾客需要做什么？交买命钱，等价交换，直接变宾客。你的试炼资格越高，你的命就越贵。你看看我弟弟讲我的下场，贺礼没给对，巨鬼入体，生不如死。那是对普通人而言。宁兄，你难道有应对之策？多谢文兄的情报，后会有期。我现在是炼气巅峰，在诡异眼里，这可是块大肥肉。
如果我把修为洗回凡人，阴德宗危险度太高，没有自保之力不行。留着修为，命价就会暴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装了。想要打造让诡异无法复制的孤品，就需要海量的顶级修仙资源。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，现在我必须展现出最高的价值。我要让整个逆天宗心甘情愿为我买单。想要让他们大出血，就必须用绝世天赋砸晕他们。宁日，又是你这无耻混蛋！罗老哥，晚上好啊！新用户首单免费，实在太香了。用分魂术重置系统账号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风控系统搞崩了？规矩里没说不能这么干吧？我这叫合理利用规则漏洞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多抢手？陈星风大师到处发疯找你，连我们宗门的李顾长老都惊动了。他们甚至想用天骄榜的名额拉拢你。我要是早点把你签进金册仙盆，我现在早就是高高在上的内门长老了。天骄榜那东西能换几颗极品灵石？别做梦了，我不适合你们。你们宗门太有钱，我怕我忍不住全抢了。你到底想回逆天宗干什么？罗老哥，麻烦让非洲开快点，逆天宗的长老们肯定等急了，我得赶紧回去，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这小子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吃的挺香啊，该叫醒这帮老家伙了。弟媳，有大闹闯山！宁日师弟，很好，这小过练气巅峰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才练习3层吗？我有要授叫宁日各位长老，关于阴德宗的情报我拿到了。怎么这么大阵仗？宁祖师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程长老，你叫我什么？宁祖师啊，如假包换的祖师。咱们宗门称呼这么随便的吗？哈哈哈，宁祖师收获颇丰啊！爱徒莫慌，为师来给你解释。爱徒？我什么时候拜师了？你那青蓝气火就是传承我的，别听他胡扯，往脸上贴金。陈星风已经把消息传回来了，你在落霞城领悟了逆天之道，炼气即炼气，二者完美融合。看看你这炼气巅峰的修为，这就是你掌握逆之道的铁证。其实我不用解释，我们都懂，只有我能救。这帮人自己把逻辑闭环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多要点资源？我也就不装了。走，进攻法阁，我们要为新祖师举行大典。肃静！今日起，宁日自辟蹊径，宗门授予其等同祖师的最高权限。拜见宁祖师！各位长老，快请起，折煞我了。既然是祖师，那宗门的极品灵石还有各种天材地宝，是不是该安排上？那些俗物配不上你的身份。不给钱的吗？说好的最高权限呢？又白嫖我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好重的阴气！这是象征最高禁忌的祖师令牌，它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它更关乎到阴德宗的核心秘密。你不是打听过阴德宗的规矩吗？既然你走通了这条逆天之路，这个要命的惊天赌局只能交给你了。宁日，接下那块令牌吧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逆天宗的真正核心，那个关乎生死的惊天赌局，全压在你身上了。这玩意儿看着也太邪门了吧！但为了宗门的最高权限，只能拼一把了。见证奇迹的伟大时刻终于到了。什么情况？我的系统要崩溃了！4个星号，这玩意儿连名字都不配拥有，居然显示不可加点。这绝对不是什么祖师的修炼感悟，这分明是个强行植入的恶性病毒。这破令牌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怪物？各位长老，快看啊！祖师入定了，他彻底顿悟了！哈哈哈哈！真不愧是我的爱徒，接触令牌瞬间就能进入深度顿悟，这等逆天的绝世悟性，简直前无古人。看来令牌认主的过程非常顺利，大家绝对不要打扰他。他的逆天之道必将带领宗门走向巅峰。这帮老登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让各位长老为我担心了。感觉如何？是不是受益为严？确实，印象极其深刻。这感悟太过深奥，晚辈还需要时间消化。对，此等无上大道，绝不能急于求成。以后你需要什么极品炼器材料，直接找我。为师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全力支持你。你现在是我们逆天宗最大的希望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筑牢逆天根基。愿为宁祖师赴汤蹈火。那就多谢各位长老厚爱了。给我滚回去！明日，你刚才的气息太惊人了，那是打破常规的狂乱之气。你这小子果真是个无心之人，极致的理智才能驾驭极致的疯狂。荀长老过誉了，弟子只初宽门明，略有心得而已。宁日，我与众老商议过了，你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逆天之路。寻常试炼只会顶级资源随你调用，还是老规矩，全记在你账上。多谢周长老栽培，我们全宗的希望都压在你身上了。这感悟太过深奥，后劲极大，弟子头疼欲裂，急需闭关巩固。对，赶紧回去消化感悟。快走吧，别被这群俗人打扰了。弟子先行告退。总算摆脱那群狂热老登了。阴德宗的诡异第一关，也就是所谓的收徒大典。既然是收徒大典，凡人肯定能进。试炼失败还会进入买命环节，这买命的标价肯定大有文章。修仙界什么最值钱？当然是修为，修为越高，这条命就越贵。万一试炼失败，拿什么去买命？如果是普通人，价格绝对最便宜。想在阴德宗白嫖，就必须当个穷光蛋，把战力死死压在底线。
迟早要把你这个病毒彻底拔除。别人拼死拼活修仙，我却要赶着去自废武功。不破不立，留着这身修为就是去送人头。要卡这群诡异的漏洞，就必须比诡异更极端。宁师弟，且慢修行。这位师兄找我有事，在下妙丹坊严寒，家师邀请师弟前去一聚。妙丹坊，孔镇长老，不知孔长老找我何事？我只负责传话，师弟若有空，1个时辰后见。严师侄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拜见莫长老。你师父不是在闭关炼丹吗？家师目前正在休息。哼，休息还有空请我的人？弟子不知，告辞。莫长老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。感谢我？从何说起？你替我在陈星锋面前争了口气，事实证明我的练气道是对的。您二位开心就好。不过我还有个决定要告诉我原本想收你为亲传弟子。莫长老难道嫌弃弟子资质鲁钝？不，你如今是逆天宗的祖师，从今往后我们只谈技术交流。多谢莫长老成全。既然我们没有师徒名分，你就可以去找陈星锋，把匠心楼的炼气技法全要过来。这能行吗？他绝对不会拒绝一个天才。顺便也给我复印一份。莫长老这是要借刀杀人啊！妙刀坊的顶级炼丹术，别放过。懂了，绝不空手而过。去阴德宗前，若能白嫖到炼丹术，打通丹气逻辑，买命的筹码就更稳了。明日，孔社那老毒脾气很怪，怎么个怪法？他炼丹从来不用常规灵草，专挑那些沾染了诡异的材料。他这次请你，绝不是闲聊。看来是一场鸿门宴。这是针对你祖师身份的试探，也是对你唯心意志的终极考验。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哼。什么鬼东西？哼，银克蚁还是阴克蚁？重心不稳，灵力流转之后3秒。这劣质的拼接手法，莫导师的弟子就这水平？拿这种失败品当银克工具，妙刀纲的品味真独特。宁祖师，你终于来了！孔长老，叫我宁日就行。废话少说，过来。这些玉简是我历代弟子的错题集，他们炼丹失败的每一个步骤，每一次炸炉的原因都在这里。为了收集这些，我花了几10年的时间，用你那逆天的顺学能力全部看一遍。您让我学失败经验？正确的废话谁都会说，错误里才藏着逻辑的真相。你不是最擅长找规则的漏洞吗？找出来！孔长老倒是个明白人。火候太猛，药性冲加灵力，导致丹毒逆流更蠢。这块更离谱，竟然用阴气催化阳草，活该炸炉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得很透彻。你想以炼气之法筑基？随便想想罢了，还没定型。不，你的方向完全错了。既然要走逆天路，何必拘泥于死物？您的意思是放弃筑基，直接炼丹，以你的肉身为炉焚，以你的血脉为丹火，以诡异为药引，跨过那可笑的体内炼出一颗金丹。这违背炼金界的底层逻辑。常理逻辑，我们逆天宗什么时候讲过常理？那些按部就班的废物永远无法触及大道。这是我毕生推演的终极构想，你是唯一的完美实验体。孔长老，既然是终极构想，代价也不小吧？当然，如果失败，你不会走火入魔，也不会爆体而亡。孔长老真是好算计，不封魔，不成火，敢不敢赌一把？不敢赌，还是你怕死？孔长老，命只有一条，我不打没把握的算盘。好，够谨慎，这才配做我的实验体。这是我历代亲传弟子的心血，不，这是他们的死因。全都是失败的记录。哼，他们太蠢，连最基础的熔材都能把丹炉炸上天。你要在体内炼丹，就必须跨过这些死路，把他们全看了，找出所有的逻辑漏洞。孔长老，我对炼丹一窍不通，这简直是看天。看不懂也得看，哪怕是用命去试错。那我尽力而为。感受到了吗？那种药性冲突带来的绝望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用你的脑子去拆解它。傻子才去试错，白嫖的技能点不要白不要。不愧是科研疯子，这堆废料简直是绝世宝库。炼丹的火讲究的是文火慢炖，精准控制每一丝灵气，而我之前领悟的炼气火法是简单粗暴的猛火爆炒。炼气的暴力能瞬间摧毁杂质，但极易伤及根本。炼丹的细细控火，恰好能完美补上这个要命的短板。只要把这2套逻辑强行拼合，我就能拥有最完美的火法，以肉身为炉鼎，以完美火法为底座。这天下还有我宁日炼不出来的东西？怎么回事？推演卡壳了！炼丹的熔材逻辑竟然在排斥炼气的塑形逻辑，2套底层规则有严重冲突。气海失控了！该死，系统在强行重组我的底层逻辑。这股暴乱的规则之力，你在体内干了什么？别吵，
我在拆解你的死路。底层逻辑互斥，2套规则水火不容，那就给他们造个笼子，强行关在一起。系统，提取刚才扫描的所有辅助技法。顶光如炬，自带辅助克服的猛火机，就是你了。给我把所有点数全砸进去，以我肉身为顶炉，以神识做显露光。成了，暴力作火，精细为克。你居然用神识在体内建了一座无形鼎！疯子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孔长老，安静点儿，别打扰我，我还需要算一笔关乎性命的大账。宁祖师果然非同凡响啊！这般无视规则的疯狂意志，天生就该入我逆天宗。哼，那也是老夫我慧眼识珠，要不是我用重债逼他一把，他能有今天？是，周长岛高见，算你手工。你觉得他在炼丹上也有极高的天赋吗？那是自然，他根本就是个不讲道理的怪物。连我自创的西灵术，他都能练出花来。炼丹这门手艺，他迟早能全部拿下。炼器讲究粗犷猛烈，炼丹却要跨度极大，哪怕底层逻辑精细稳美，哪怕是他这等奇才，这也需要3个月方能初窥门晓。这是什么见鬼的东西？好恐怖的推演气息！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？原来如此，我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了。想要完美实现逆天筑基，就必须把现在的修为平衡彻底撕裂，不破不立。看来进入阴德宗前，得安排一场自残的好戏了。完美的底层逻辑终于填满了，能量互斥的死结解开了，以身为炉果然行得通，但还差最后一步，打破现有修为品。阴德宗死亡率极高，高风险等于高回报。这哪是试炼地，这分明是绝佳的进货渠道。带着这身雄厚修为去，根本触发不了最大奖励。系统判定的弱者才能拿到低保与暴击补偿，必须卡这个判定漏洞，不破不立。准备去薅一波大的。阴德宗的催命钟响了，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，要么在试炼里抢生路，要么就死在里头。真是一群合格的赌徒，可惜都只懂蛮干，修为越高难度越大。这帮蠢货还不明白，在绝对的规则面前，蛮力是最不值钱的。现在该去办正事了。这里够偏僻了，系统执行修为洗点，确认清空。真够劲儿！成了，这虚弱的感觉真糟糕，但为了白嫖，值了。伪装完毕，准备出发。散尽修为，好大的胆子啊！哪来的拦路狗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找死！找死！区凡躯，竟敢用凡铁挡我！灵力清零后，系统判定我为凡人，诡异试探的杀意降低30%，这破绽够我反杀。你把修为洗到炼气初阶，疯子！你知道阴德宗会怎么玩死你吗？知道，所以我才洗。阴德宗的买命规则，修为越高命价越贵。你这试探，本就是想逼我露出底牌，对吧？可惜，你低估了凡躯的降维打击。你这凡躯反杀，逻辑闭环完美无缺。我洗修为不是怕死，而是为了卡规则漏洞。阴德宗判定凡人命贱，我给的贺礼就能用最低价换最大回报。好一个做破坏者！监察室的试探到此结束，你合格了。宁宗主，影之又偷懒了吧？老夫刚收到消息，你这儿有动静。炼气初阶，你真把修为洗了？洗干净了，省得阴德宗把我当肥羊踩。哈哈，好小子，你这脑回路，老夫服了，服了。阴德宗的船已备好，你这凡躯进去，绝对能薅到天价资源。宗门所有高利贷，老夫再给你免息3个月。高利贷免息，很好，又白嫖了一笔。监察使影直见过宁祖师，您的凡躯反杀，
我这就上报长老会，列入宗门最高机密。走，老夫亲自送你上船。阴德宗那群诡异，等着被你玩崩吧！明宗师，进去后记住，诡异最怕不讲道理，你就按你的逻辑走，天塌了宗门给你兜着。这是阴德宗最新情报，买命环节的贺礼估值表。多谢，估值表我已记下。凡人命价最低，孤品无价。宁日，你又蹭新用户免费传票，这次是去阴德宗，你不要命了！罗老哥，规矩里没说洗点后不算新用户吧？算你狠！船一开，保重！不对，你保重个屁！低价贺礼已备好，诡异等着被我白嫖吧。欢迎来到阴德宗。报上修为，领取买命贺礼额度。炼气初阶，凡躯。晚辈宁日，凡躯入宗，贺礼已备。此物无法复制，命价最低。按规则。等价交换，我这贺礼够买我这条命了吧？第一步成功，接下来把整个阴德宗的规则全部洗成我的妙版点数。贺礼一验，凡躯地价，孤品无价。宁日入宗。晚辈宁日，谢诡异前辈成全。不，我的本命飞剑，这是我10年心血。前辈饶命，我愿再加1枚金的。等价交换，命贵则礼重，你们何高阶修士命价被精准估值，我这个凡躯却只用一块无法复制的数据孤品就过关，规则漏洞已卡死。接下来是正式收徒环节。凡躯有趣，跟我来拜师大殿。宗主，凡躯孤品已至，请赐教。凡躯宁日，你以孤品贺礼买下低价命，现在跪下，拜我为师。晚辈谢宗主好意，但跪拜不符合等价交换。大胆！阴德宗收徒必跪，不跪，命价翻倍。宗主在用规则压我，但我早已把凡躯洗到底线，命价已锁定最低，现在反向施压，正好卡死逻辑闭环。宗主，贺礼已验，等价已成，若强行翻倍命价，便是诡异违约。按阴德宗1000年铁律，违约者自食其果。你竟能看穿铁律！宗主，此次逻辑自洽，违约凡事已启动。好一个凡躯！你不跪，那便赐你无跪之位。成了，无跪之位等同宗门最高权限。这波白条，直接把诡异宗主的规则碎片洗进了我的面板。
多谢宗主厚赐，晚辈已入宗门。从今往后，你为我阴德宗无贵弟子，资源任取，但记住等价交换，永不破例。拜见无贵弟子。第一步完成，接下来把整个阴德宗的资源库全部洗成我的技能点。拜见无贵弟子。第一步完成，接下来把整个阴德宗的资源库全部洗成我的技能点。无贵验证通过，资源任取一格。任一格，宗门铁具却没说只能取一格，逻辑漏洞已锁定。就从这一格开始。弟子，那格封印的是诡异原血，一滴便可让筑基修士爆体而亡。原血到手，系统判定为无法复制古品，面板点数加5000。下一格，扭曲单方。弟子只能取一格，违例反噬。宗主亲赐无贵之位，等价交换永不撇例。我取的每一格都是用孤品合理等价换来的。这是在把整个资源殿洗成他的面板。宗主若知。洗。资源到手，接下来把诡异宗主的核心规则也洗了。明日，你竟敢洗劫资源殿！宗主，任取二字可是您亲口所言，母心就是规则核心，洗掉它，整个阴德宗的诡异逻辑就归我了。洗！弟子服了！你这凡躯，竟想吞噬我！不是吞噬，是优化。诡异规则洗点完成，阴德宗归属度100%。从今往后，阴德宗也是我的标板农场。拜见新宗主！下一步，把整个修仙界都洗成我的。母心已碎，现在整个阴德宗的底层逻辑都归我掌控。宗主，这是重组后的诡异资源总表，所有天才地宝、单方阵图全被您的面板优化。原血单方规则碎片点数暴增10万。现在我可以把凡躯伪装推到极致，同时暗中筑基。所有弟子听令，从今日起，阴德宗对外仍维持原样，对内资源任我调用，无需等价。遵宗主令。宗主，您这逻辑比老宗主还逆天，弟子这就去把资源殿所有格子重新洗一遍。逆天宗的高利贷，灵犀仙宗的五行精华，现在我有整个阴德宗做后盾。下一步，回宗门，把祖师控位也彻底激活。宁宗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阴德宗那群诡异，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老夫听说你凡躯入宗，快让为师看看你把那些诡异资源洗了多少！极致理智者，你这次又用什么逻辑闭环把阴德宗玩崩了？炼气初阶，他真把修为洗了！诸位长老放心，阴德宗现在是我的妙板农场。这是我从阴德宗洗来的诡异原血总表，足够全宗筑基。原血还是满级的。宁祖师，你这是要把宗门直接推上天啊！丹方也满级了，老夫的炼气活法能直接融合了。宁爱徒不对，宁宗主，为师这就去闭关。无心之人才懂诡异，你这次把整个阴德宗的规则都洗成我们的了。拜见宁祖师，逆天有望。资源到手，高利贷免息。现在
该激活祖师控位了。激活！好小子，老夫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保了你。下一目标，把整个修仙界都洗成我的。祖师位激活，阴德宗所有规则已成我的妙版底层。现在该把逆天宗也洗一遍了。诸位长老，从今日起，逆天宗与阴德宗合并为妙版天宗，所有高利贷资源规则全部洗点重固。妙版天宗，宁祖师，你连阴德宗的诡异母亲都洗成妙版了，老夫这辈子值了！免息3个月算什么？老夫现在就把全宗高利贷全洗成零利息。祖师，您说句话，宗门就是您的面板农场，炼气即炼气，丹气双修。祖师，您把阴德宗的扭曲丹方也洗满了，老夫这就去把匠心楼的全部炉鼎洗成面板板。为师。不，弟子莫错道，愿为妙版天宗赴汤蹈火。祖师，您一句话，弟子砸锅卖铁也给您炼出满级气火。机智理智，无心之人，你把诡异宗主的母亲都洗成妙版碎片了。老夫的问心试炼，从今往后就是你的逻辑闭环练习场。所有人听着，从今日起，谁敢不按祖师逻辑办事，老夫亲手把他的道心洗成妙版点数。拜见妙版天宗祖师，逆天有望。资源规则忠诚。全洗到手。明营仙旨，你这气息凡躯，却让整个宗门灵气臣服。五行精华还没用，你就把修为洗回初阶？不对，这蓝光，你把阴德宗洗了。两位前辈来得正好，阴德宗已并入表版天宗，资源共享。这是我洗来的五行精华升级版。灵犀仙宗若愿合并，资源任取；若不愿，等价交派。贺礼我已备好。这五行精华也能直接铸造完美道基。宁仙芝，你把诡异母星都洗成面板了。大师，不是。老夫愿率匠心楼全体并入面板天宗，求祖师赐我一炉面板气火。灵犀也跪了，宁祖师，你这波白嫖，直接把天下都洗成面板农场啊！灵犀、金策，下一个就是整个修仙界。宁日。你还把灵犀仙宗也薅了，金策出行系统风控直接崩了，你这逻辑闭环要逆天啊！罗老哥，规矩里没说洗点后不算新用户吧？这是我洗来的永久免费传票。金策若愿合并，资源共享。老夫服了，这就回去禀报宗主，金策愿并入妙版天宗。祖师，灵犀全体并入。这是我们全部家底，求祖师赐下面板逻辑。大师，老夫的匠心阁已改名面板气阁，求祖师把我的炼气术洗成满级。天下羊毛，全被祖师薅了。老夫这高利贷，从今往后就是面板福利。金策灵犀已并，下一个就是整个修仙界。诸位，从今日起，面板天宗正式征伐天下。所有宗门资源任洗，规则重固。祖师，灵犀家鼎已现，求祖师把西家也洗成面板分支。剑心楼愿为先锋，老夫这就去把天下炉鼎全洗成面板板。金策出行，愿为祖师提供永久免费非洲。高利贷全免，老夫亲自把天下散修的灵石洗成面板点数。炼气丹法，问心逻辑，全听祖师。天下资源进入我妙版，从今往后，修仙界只有妙版正常修仙。
这是天道的反噬。祖师，您写了太多诡异，天道要抹杀您。哈哈哈哈哈！天道终于忍不住了，宁祖师，您的逻辑闭环已经把天道的规则漏洞全堵死了。哈哈哈哈！祖师快退！这股气息比诡异宗主强10倍。天道反噬，不过是更高的规则而已。给我洗！老祖宗，您这是要把天道也洗成面板啊！蝼蚁，你违规了。违规？天道，你的规则早就被诡异入侵，支离破碎。放肆！你一个凡躯，凭什么妄议天道规则？祖师小心！凭我是面板天宗的祖师，洗！天道规则洗点加9999。疯子，极致理智的疯子，连天道都敢洗！祖师，您这是要取代天道？不是取代，是优化。祖师，您把天道也洗了，金色仙宗愿永世追随。哈哈哈哈！天道都跪了，祖师，您这是要逆天？不对，您就是天。天道已洗，下一步，把整个修仙界的底层逻辑全部重构。面板天宗征伐天下令已发，今日万宗来朝。金册仙宗愿并入妙板天宗，这是全部家底，求祖师赐下面板权限。资源已收，从今往后，金册为面板天宗外门记名弟子。谢祖师。玄寂仙宗愿与吊板天宗结盟，条件祖师开。结盟，等价交换，资源5/5分，规则共享。若违此约，道心洗灵。弟子遵祖师令。又一个跪的。祖师，这天下没有您洗不动的宗门。不，这是祖师逻辑闭环太完美，他们不跪道心就崩。天下宗门尽入表板，西家当初赌对了。祖师，将心蝼蚁把天下炉鼎全洗成面板板，求祖师赐下更高级气法。万宗资源已洗。但天道深处还藏着更高层规则，必须亲自去探。祖师，天下已定，下一步是不是该称帝了？称帝，面板大帝，这称号够逆天。称帝太低端，应该叫面板天道。先收割完所有资源，然后进入天道禁地。天道禁地，那可是连上古大能都有去无回的地方。不识三思。那地方诡异都不敢进。祖师，您刚洗了天道，现在去禁地，天道残魂会拼死反扑的。禁区，正好，那里的规则还没洗过。祖师要去，老夫陪您。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第一天保了您。弟子愿随祖师赴汤蹈火。哈哈哈哈！无心之人本就该与天道博弈，老夫也要去。
弟子愿随祖师。天道禁地，等我洗完了，整个修仙界才真正是我的面板。祖师，这就是天道禁地入口，上古大能进去后再也没出来的鬼地方。祖师，弟子感应到里面至少有10道比天道之眼还恐怖的规则波动。痛，好痛！这里面住着的绝对是逆天老祖级别的诡异。天道禁地扫描中，规则密度99.9%，危险等级。规则密度99.9%，难怪上古大能进不去，这里面藏着的是天道的原始代码。跟上，别掉队。祖师，老夫这条命早就是您的了。祖师慢点走，弟子要记录这雾气的规则，回去炼一炉禁地丹。无心之人不该有恐惧。祖师，您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恐惧的凡人。番区，你竟敢踏入禁地！祖师，这是上古天道代言人。代言人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放肆！你一个蝼蚁也敢染指上古规则！咦？上古规则洗点加99999。你这凡人竟能洗掉上古规则！祖师，这可是上古规则，比天道还高级的东西！哈哈哈哈哈！代言人怕了，他怕了。代言人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从今往后，修仙界的规则由我的妙版定义。上天道满级。祖师，你把上古天道也洗了！老祖宗，您这是要开辟新纪元呐！禁地已破，下一步重构整个修仙界。祖师，禁地已破，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登基了？登基太俗，应该叫面板纪元。纪元？不，应该叫宁日时代。不急，先重组天地，纪元重构启动，底层规则重写中，进度之一7%、21%待补中。祖师，您这是在重塑天地！万古第一人，万古第一人！金策仙宗不对，金策外门，愿勇士供奉祖师。面满天宗，明日祖师，万古第一。仙人显灵了！我能修仙了！凡规解除，凡人可修仙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祖师，
老夫这辈子最得意的事，就是第一天在招录处选中了您。祖师，弟子练了一辈子气，今天才知道真正的神器是您的面板。无心之人放有心天地。祖师，你是最疯的那个疯子。弟子永世追随。从今往后，修仙界没有诡异，没有反鬼禁锢，没有规则漏洞，只有面板正常修仙。万界来朝，跪拜祖师。面板天宗，万古长青，拜见明日祖师。反鬼已解，我等皆可修仙。上古规则，愿为祖师所用。连上古残魂都跪了，祖师，您这是把万界全洗了。祖师，弟子这就去把万界炉鼎全炼成面板板。西家，赌对了，祖师您是天。从今往后，修仙界只有一条规则：万界规则重构完成，等价交换，公正平等。万界已定，但面板最深处还藏着一个未解锁模块。这个模块从穿越第一天就存在，却一直无法激活。隐藏模块激活中，条件：万界臣服，规则重构，反鬼破除，进度100%。恭喜宿主解锁终极模块面板之主。这是面板的原始代码。原来我不是穿越者，我是这个面板的创造者。这是前世的我。面板原始人格加载完成，欢迎回来，创造者。是我，我是你前世留在面板里的残魂。你穿越到这个世界，不是我设计的，而是你主动选择的。